你有没有想过，一张小小的入境卡，居然可以掀起一场国际外交风暴？一个出发地栏位里的4个字，竟然差点让2个国家翻脸。而更离奇的是，当台湾外交部终于硬起来反击的那一刻，对方的态度竟然在短短时间内就开始松动。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南韩的电子入境卡系统。2025年2月，南韩政府为了推动数位化入境，上线了一套全新的电子入境申报系统。听起来很进步，对不对？但是当台湾旅客兴高采烈地打开系统，准备填写资料的时候，赫然发现一件让人火冒三丈的事情。在出发地和下一目的地这2个栏位里，台湾的选项竟然不是 Tman， 而是 China Taiwan， 翻成中文就是4个大字：中国台湾。等一下，你没看错，基本资料里面的国家或地区那一栏，台湾确实还是写 Taiwan， 没错。但是偏偏在出入境资讯的栏位，台湾就变成了中国台湾。更讽刺的是，中国大陆在同一个系统里面标示的是 China PR，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是 China PR Hong Kong， 澳门是 China PR Macau， 唯独台湾被塞进了一个不伦不类的 China 台湾，既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也不是单纯的台湾，就是一个模糊到令人窒息的灰色地带。好了，问题来了，南韩为什么要这样做？台湾又是怎么反击的？而整件事情的背后，究竟牵扯了多少历史恩怨和国际博弈？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讲清楚。先说结论，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什么系统工程师手滑或者技术错误这么简单，它的背后是长达30多年的台韩外交纠葛，是中国大陆在国际场域的无形压力，更是台湾外交部一次不忍了的硬核反击。而这场反击很可能正在改写台韩关系的游戏规则。而且你仔细想想就会觉得更离谱，韩国的这套电子入境系统里面，必填的基本资料国家栏位写的是 T1， 但是非必填的出入境资讯栏位却写 China。 同一个系统，同一个国家，2种不同的标示方式，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就像你的名片上写着王大明，但是你的门牌上却写着隔壁老陈家的王大明一样荒谬。韩国政府要么就统一写 Taiwan，要么就统一写 Chinata， 搞这种一国两制的标示法，除了让人困惑，就是让人愤怒。我们先把时间倒回1992年，那一年发生了一件让整个台湾社会都刻骨铭心的事情，就是台韩断交。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台湾和韩国曾经是非常非常要好的兄弟，要好到什么程度？早在1919年，韩国的爱国志士们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背后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在整个对日抗战期间，中华民国不仅提供了巨额资金援助韩国独立运动，还协助他们成立了韩国光复军。蒋介石和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是深交好友，蒋介石甚至认了金九的儿子金信为义子。后来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更是力主让韩国在战后获得独立。可以这么说，没有中华民国的鼎力支持，大韩民国能不能顺利建国都还是个问号。1949年，中华民国和韩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韩国是继美国之后第2个和中华民国建交的国家。在那个冷战铁幕的年代，台湾和韩国是坚定的反共盟友，2国关系好得像亲兄弟。韩国历任总统对蒋介石的尊敬和感恩，在历史文献中都有大量记载。1975年蒋介石去世的时候，韩国总统朴正熙发表了长篇悼词，韩国各大报纸都做了大篇幅的报道，称蒋介石对韩国独立建国的恩德永志不忘。然而国际政治从来不讲感情，随着冷战格局的变化，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诱惑越来越大。1992年8月23日，韩国总统卢泰愚为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决定和中华民国断交。断交本身其实不算意外，毕竟国际政治就是利益交换，但是韩国政府的断交手法堪称有史以来最恶劣的一次。他们不仅事前完全没有通知台湾方面，甚至在断交前几个月，当台湾特使蒋彦士专程前往韩国询问断交传闻的时候，卢泰愚还笑笑地说没有这种事情，给了台湾一个虚假的承诺，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结果转过头就宣布断交。
更过分的是什么？韩国政府要求中华民国驻韩国大使馆人员在24小时之内离境。24小时，你能想象吗？一个曾经帮助你建国的老朋友，被你像赶苍蝇一样在1天之内撵出国门，而且韩国政府还直接把原本属于中华民国的大使馆建筑和土地整包转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了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甚至还要求在韩国的台湾侨团和侨校停止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当时的外交部长钱复形容与韩国断交的心情是8个字：痛彻心扉，永难忘怀。这种被背叛的伤痛深深烙印在整整一代台湾人的记忆里，成为台湾社会反韩情绪的历史根源。好了，时间快转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台韩之间虽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是民间交流却越来越热络。韩流文化席卷全台，韩剧、K-pop、韩国美食、韩国美妆，年轻世代对韩国的好感度大幅上升。根据统计，2024年台湾赴韩旅客人数高达147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2025年前2个月，访韩的台湾旅客就已经达到约 25.5 万人，比2019年同期成长了将近40%。台湾现在是韩国的第3大观光客来源国，占整体访韩市场约 9%， 说白了就是韩国观光业的大金主之一。2025年光是台湾到韩国的旅客就已经达到约172万人次。韩国观光公社甚至雄心勃勃地把2025年台湾市场的目标设定为历史最高的158万人。结果台湾人太爱去韩国了，直接超标。但是就在台湾人一边追韩剧，一边买机票飞首尔的同时，韩国政府却悄悄在电子入境卡系统里做了一件让台湾人集体翻脸的事情。2025年2月24日，韩国电子入境申报系统正式上线 ，Shinate 这4个字就赫然出现在出入境栏位中。起初很多台湾旅客以为是系统错误，不以为意，但是随着越来越多人发现这个问题，事情开始在网络上发酵。台湾外交部接获大量民众反映后，开始透过驻韩国台北代表处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他们赶快更正。然而韩国方面的态度却异常冷淡，不是说会处理，就是正在协商，总之就是一个字：拖。从2025年2月系统上线，一直到2025年12月，整整将近10个月的时间，韩国政府完全没有做出任何改变。2025年12月3日，台湾外交部发布正式新闻稿，明确表示对韩国政府迟迟不回应感到甚表遗憾。2天之后，韩国外交部终于有了回应，但回应的内容让人更火大。他们说什么呢？韩国政府仍维持与台方持续增进非官方实质合作的一贯立场。对于国籍的列示方式，韩方会综合考虑诸般层面，持续与相关单位协商。翻成白话文就是：我知道了，但我不改，我们再看看吧。这种外交辞令，任何一个台湾人看了都会火大。更让人不爽的是什么？同样是标示台湾、美国、日本、欧洲各国的出入境系统里面，台湾就是Taiwan 2个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偏偏韩国要搞一个中国台湾，这到底是在给谁看？于是舆论压力持续升高，连总统赖清德都在2025年底公开发声，希望韩国政府能尊重台湾人民的意志。但是韩国方面依然是一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态度。好了，忍无可忍的时刻终于来了。2026年3月1日，台湾外交部宣布了一个让全台湾人拍手叫好的决定，依据双边对等原则，从即日起将台湾外侨居留证中原本标示的韩国名称正式调整为南韩。你可能会说，南韩不就是 South Korea 吗？这有什么杀伤力？嘿，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韩国人对大韩民国这4个字是非常非常在意的。在韩语里面，他们的国名叫做 Hinh-Hang-国，也就是大韩民国，简称 Hinh-Kwang，也就是韩国。而脏这个词翻成中文就是南韩，在韩语里面带有一种你只是朝鲜半岛南半部的暗示意味。韩国人对这个称呼其实是很敏感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也点破了这一点，他说韩国方面真的很在意名称问题，早在10几年前就曾经拜托台湾把汉城改成首尔，把南韩改成大韩民国，台湾都很配合的照做了。但是反过来呢，
台湾拜托韩国把中国台湾改掉，韩国却完全置之不理。这就是外交部这次反制的精妙之处。你叫我中国台湾，那我就叫你南韩。你觉得被矮化不舒服？很好，那你就知道我们的感觉了。但是外交部的反制还没有结束，在宣布更改外侨居留证名称的同时，外交部还下了一道最后通牒，要求韩国政府必须在2026年3月31日之前做出正面回应，否则台湾将进一步在台湾电子入国登录表上把韩国的标示也做出相应调整。3月22日，外交部长林佳龙接受电视专访的时候更是直接摊牌，他说如果到了月底韩国还是不回应，台湾就会把电子入国登录表上面韩国的名称从大韩民国改成 Korea South。 注意看这个格式 Korea South， 是不是觉得很眼熟？没错，这就是在完美对标韩国的 China Taiwan 格式，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还你。礼尚往来4个字，林佳龙部长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消息一出，台湾网络瞬间炸锅，绝大多数网友都是拍手叫好的态度。外交部终于硬起来了，支持反制到底，直接改成南朝鲜啊！甚至有人建议把首尔改回汉城。那股压抑了30多年的情绪在这一刻集体爆发，而国际社会的反应更是出乎意料的精彩。日本那边，大批日本网友力挺台湾，有人说我由衷钦佩台湾坚定勇敢的态度，有人说台湾政府比韩国政府仁慈得多，更有人出主意说你们应该直接用中国、南朝鲜才对，这样韩国一定会跳起来改回去。台日友好在这个议题上再次得到了验证。韩国那边的反应则是两极化，一部分韩国网友嘲讽台湾，说什么零伤害，南韩的英文本来就是 South Korea， 叫南韩又怎样，甚至有人酸台湾人自卑情节太严重。但是也有不少韩国理性网友站出来说公道话，为什么要那么复杂，直接写台湾不就好了？中国和台湾是不同的国家，大家都知道却要说谎，可怜。最有趣的是中国大陆的反应，当台湾宣布把韩国改成南韩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赶紧跳出来表态，说了一句15个字的话，大意就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后再度搬出一个中国原则。这种反应在台湾网友看来简直是狂刷存在感。你们两边在吵架，他在旁边插嘴说这是我家的事，怎么看怎么尴尬。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韩国要在这个时间点做出这种矮化台湾的举动？这就不得不谈到韩国内部的政治格局了。你可能还记得2024年底韩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戒严风波，时任总统尹锡悦突然宣布戒严，随后被弹劾。这场政治风暴导致韩国政局剧烈动荡。在这个背景之下，韩国最大在野党的党魁李在明崛起，成为韩国政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而李在明的外交立场恰好是偏向北京的，他曾经公开表示，台海问题与韩国无关，两岸关系是中国的国内问题。这种立场自然让北京方面感到满意，但也让台湾方面高度警觉。有分析认为，韩国电子入境卡系统将台湾标示为中国台湾，虽然从系统上线时间来看是在尹锡悦任内就已经存在，但韩国政府迟迟不愿意更正的态度，很可能和政治力量的角力有关。尤其是在韩国政局动荡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为了台湾这个小问题去得罪北京。但是韩国的政客们可能忘了一件事，他们得罪的不只是台湾政府，他们得罪的是一年172万会去韩国消费的台湾旅客。这些旅客每个人平均在韩国花费不少钱，加在一起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你矮化这些金主的国家认同，他们会怎么反应？说到台湾人去韩国消费，这里面的数字真的很惊人。根据韩国观光公社的资料，台湾旅客在韩国的消费项目涵盖了购物、餐饮、住宿、交通、医美，甚至连演唱会门票都算在内。明洞、弘大、江南这些韩国最繁华的商圈里面，到处都是中文招牌和中文导购，很大一部分就是为了服务台湾和港澳的旅客。你在首尔的免税店里逛一圈，耳边听到的中文10之8九是台湾口音。而且韩国观光产业和台湾的连结远不只是人数。这几年韩国航空公司大幅增加了台湾航线，从桃园飞首尔、釜山、济州、大邱、
青州，甚至高雄都开了韩国航线。廉价航空的票价便宜到从台湾飞韩国的机票，有时候比搭高铁从台北到高雄还便宜。这整条产业链上面养活了多少人？韩国政府在这个节骨眼上矮化台湾，等于是在自毁长城。事实上，台湾外交部在反制措施启动之前，就已经先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2026年3月初，外交部领务局针对南韩发布了避开电子系统上那个刺眼的中国台湾标示。这招看起来很温和，但其实杀伤力不小，因为它等于是在告诉所有台湾旅客，韩国正在矮化你的国家，如果你不舒服，你可以用纸本绕过去。这种消息一传开，再加上网络上的舆论发酵，势必会影响一部分台湾人赴韩旅游的意愿，而韩国观光业界对此肯定是非常紧张的。台湾是韩国第3大观光客来源国，如果台湾旅客大幅减少，首尔明洞的商家、济州岛的饭店、釜山的餐厅，通通都会感受到寒意。现在我们来看看韩国方面到底是什么态度。3月18日，也就是台湾外交部正式宣布反制措施之后，韩国外交部在记者会上做出了回应。他们的说法是，相关部门已经充分认知并在留意台湾的立场，并且表示会在综合考虑各种面向的同时，与相关部会持续就此问题进行协商。注意这段话和之前的回应有什么不同？之前韩国的态度基本上是已读不回，现在至少变成了我们正在认真看这件事。虽然还是没有明确承诺要修改，但是语气明显软化了。韩国汉阳大学的国际问题专家姜俊英教授也公开发表了看法。他指出，韩国和台湾都属于自由民主阵营，在关键供应链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必须避免报复性措施升级，否则只会正中北京的下怀。这种学术界的声音代表了韩国社会中一股理性的力量。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展现了对局势的信心。他说相信会有效果，因为从民间往来来看，韩国民意其实也支持台湾就是台湾，他希望韩国政府能够从善如流。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场外交博弈到底会怎么走。首先，台湾手里的牌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多。第一张牌就是观光经济牌，台湾每年有超过170万人次赴韩旅游，这是真金白银的消费力。如果台湾社会的反韩情绪持续升温，导致赴韩旅客减少哪怕 10% 到 20%， 对韩国观光业的冲击就是实实在在的。更何况韩国观光公社才刚把2025年台湾市场的目标设定为历史新高，现在出了这档事，他们的压力可想而知。第二张牌是国际舆论牌，美国、日本、欧洲各国的入境系统里面，台湾就是 Taiwan， 韩国偏偏搞一个 China Tai， 在国际上显得非常突兀，尤其是在中日关系紧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明确表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大背景下，韩国如果继续在台湾问题上向北京倾斜，势必会在国际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第三张牌是供应链牌，台湾和韩国在半导体产业中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台积电和三星虽然是对手，但整个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是高度互相依存的。在当前美中科技战的格局下，台韩同属民主阵营的供应链体系，如果因为一个入境卡标示问题而影响了双边合作关系，对韩国来说绝对不是一笔划算的生意。第四张牌是对等原则牌，林佳龙部长提到的一个细节非常重要，韩国10几年前主动请求台湾把汉城改称首尔，把南韩改称大韩民国，台湾都照做了，这等于是韩国自己建立了我在意名称的先例。现在台湾反过来要求韩国修改一个不正确的标示，韩国有什么理由拒绝？所以现在的局面其实很明朗。3月31日是台湾设定的期限，在这个日期之前，韩国需要做出选择。如果韩国愿意在电子入境卡系统上把 CHINATE 改回 T-MAN， 那么这场风波就可以平息，台湾也会相应的调整反制措施。如果韩国继续装聋作哑，那么台湾就会落实第2阶段的反制，在电子入国登录表上把韩国标示改为 Koreasus。 而根据目前的迹象来看，韩国方面已经在认真评估这个问题了。我们再拉远一点来看，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
很多台湾人可能已经习惯了在国际上被打压、被矮化、被消失。从联合国的席位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地位，从国际体育赛事的名称到航空公司官网的国家选项，台湾在国际场域中总是被迫接受各种不合理的待遇。久而久之，有些人甚至开始麻木了，觉得算了，反正改不了。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外交部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态度，就是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这种对等反制的策略不仅在实际操作上是可行的，在道义上更是站得住脚的。因为我们要求的不是什么特殊待遇，我们要求的只是最基本的尊重。台湾就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有人可能会问，韩国为什么不干脆改一下就好了？一个系统栏位的修改，技术上应该不到10分钟就能完成吧？为什么要拖这么久？答案很简单，因为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政治问题。韩国在1992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时候，在联合公报中承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这意味着在韩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上，他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在这个框架下，台湾的地位就变得很微妙。但是承认一个中国和把台湾标示为中国台湾之间，其实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就像前面提到的，美国也承认一个中国政策，但美国的入境系统里面，台湾就是 Taiwan。日本也和中国大陆有邦交，但日本的系统里台湾也是 Taiwan。所以韩国完全可以在不改变其一个中国立场的前提下，把入境卡上的标示改为 Taiwan。这不需要任何政治承诺的改变，只需要一点点常识和善意。可是偏偏韩国政府选择了不改。有人说，这是因为在韩国内政动荡的时期，没有人愿意为了这个小事去承担得罪北京的政治风险。也有人说，这是因为韩国外交体系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对台湾不以为然的心态，觉得台湾反正不是邦交国，不需要太认真对待。但是台湾这次的反制行动显然打破了韩国的这种假设。台湾用实际行动告诉韩国，我们或许没有邦交，但我们有对等的权利，你怎么对我们，我们就怎么对你。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一个令人五味杂陈的历史对照。1992年台韩断交的时候，韩国政府给了台湾大使馆人员24小时的离境期限。30多年后的今天，当台湾外交部终于硬起来反击，韩国的态度在几天之内就从已读不回变成了我们正在认真处理。真的不是我在搞文字游戏，但你看看这个时间对比，当年韩国给台湾24小时、48小时后就把大使馆转交给了中国，现在台湾给韩国1个月的期限，而韩国在反制消息公布后的极短时间内就松口了。历史有的时候真的很讽刺，那些你当年对别人做过的事情，最终都会以某种方式回到你身上。让我们再聊聊这件事情里面一个特别有趣的面向，就是韩国社会内部的反应。韩国是一个非常在意国际形象和国家尊严的国家，他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透过韩流文化、半导体产业、国际体育赛事等方式，在全世界打造了一个大韩民国的品牌形象。所以当台湾宣布要把韩国改成南韩的时候，虽然很多韩国网友表面上嘲讽说无所谓，但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韩国政府内部其实是非常在意的。林佳龙部长透露的一个细节就很说明问题。他说，包括台湾代表团去年参加亚太经济合作峰会的时候，韩国政府都不愿意和台湾驻处直接沟通，而是要透过驻台北韩国代表部间接传达，对方有点高高在上。但是在台湾祭出反制措施之后，韩国的态度明显不一样了。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韩国朝鲜日报的报道中，汉阳大学教授姜俊英说了一句很有深意的话。他认为在近期中日关系紧张，日本公开表态预示台湾有事时将介入的背景下，台湾似乎也在透过这件事来试探韩国的立场。换句话说，这场入境卡风波的背后，其实是台湾在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一次战略性操作。你想想看，在现在的国际格局下，美日同盟越来越紧密，日本对台湾的支持越来越公开，而韩国却在台湾问题上摇摆不定。台湾透过这次入境卡争议，不仅是在捍卫国家名称和尊严，更是在国际舞台上划出一条线，逼迫韩国表态，你到底是站在自由民主阵营这边，还是要继续在北京和台北之间左右逢源。这里有一个更大的地缘政治背景需要说明，
2025年以来，东北亚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对中国的态度明显趋于强硬，公开表态如果台海发生冲突，日本将会介入，这让中日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在这种背景下，韩国的角色就变得格外关键。韩国地处中国、日本和美国势力交汇的核心地带，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韩国理论上应该和台湾站在同一个阵营。但是韩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度非常高，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韩国很多支柱产业都和中国市场深度绑定，这就让韩国在面对两岸议题的时候，经常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你可以说韩国是在走钢丝，一边是安全同盟的美国和价值观相近的台湾、日本，另一边是经济命脉牵连的中国。在这种环境下，一张入境卡上的 KONTA 看似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就像一面照妖镜，映照出韩国在大国博弈中的真实立场和困境。这一招真的很高明，因为韩国如果选择改回台湾，不仅解决了这场外交纷争，还等于是在行动上展现了对台湾主体性的一定程度认可。而如果韩国继续拒绝修改，那么台湾就有充分的理由继续升级反制，同时在国际舆论上占据道德制高点。说到这里，不得不佩服这次台湾外交部的操盘手法。以往台湾在面对国际矮化的时候，通常的反应就是严正抗议，表达关切，呼吁对方改善，说白了就是嘴上功夫，实际行动很少。但这次不一样，外交部不仅在语言上强硬表态，更在行动上祭出了具体的反制措施，而且每一步都是精准计算过的。先改外侨居留证，这是一个试水温的动作，改了之后观察韩国的反应，如果韩国松口就见好就收，如果韩国继续装死就再加码，然后设定3月31日的期限，给韩国一个明确的时间压力，最后再透过外交部长的电视专访，把下一步的具体措施公开亮相，让韩国知道台湾不是在开玩笑。这种步步进逼但保留退路的策略，在外交上叫做渐进式施压。它的好处是既能展现决心，又不会一下子把关系搞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好了，现在让我们来展望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最关键的时间节点就是3月31日。如果在那之前韩国政府做出了正面回应，不管是修改电子入境卡的标示，还是透过外交管道给出明确的修改承诺，台湾外交部应该就会暂缓进一步的反制措施。但如果韩国继续拖延或者拒绝回应，台湾就会把电子入国登录表上韩国的标示改为 Koresus。 到了那个时候，韩国在台湾的居留和入境文件上就会从大韩民国变成 Koresus， 正是和台湾在韩国系统中的 KONTA 达成完美对等。而这个对等一旦形成，要再改回去就需要双方坐下来谈判了。这意味着韩国将不得不在更正式的层面上面对台湾的诉求，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敷衍了事。不过我个人判断，韩国最终应该会在某个时间点做出让步，原因有3。第一，经济压力。170多万台湾旅客的消费力不是开玩笑的，韩国观光业界不可能坐视这个市场因为一个系统标示问题而萎缩。第二，国际压力。当全世界主要国家的入境系统都写 Taiwan 的时候，韩国写 China Tai 就显得特别刺眼，这对韩国的国际形象其实是一种伤害。第三，政治压力。韩国国内也有相当一部分民众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讨好北京而矮化台湾，尤其是在韩国自身也面临中国经济胁迫的背景下，越来越多韩国人开始意识到和台湾维持良好关系是符合韩国国家利益的。韩国这几年在萨德飞弹系统的部署问题上被中国制裁了好几轮，限韩令让韩国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损失惨重。有这种切肤之痛的经历，韩国社会里面不乏同情台湾处境的声音，毕竟大家都被同一个邻居欺负过，彼此之间的感受其实是相通的。但不管结果如何，这件事情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在国际政治中，忍让并不会换来尊重，只有对等才能赢得尊重。台湾不需要去挑衅任何人，但台湾也不应该接受任何不合理的矮化。最后，让我用一个小故事来做结尾。1992年台韩断交的时候，韩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用老虎钳拆下了馆牌，准备撤馆。那个画面被记者拍了下来，成为台湾外交史上最心酸的一幕。
30多年后的今天，台湾外交部终于用一种温和但坚定的方式告诉韩国，你们当年欠我们的那份尊重，现在该还啦。24小时的驱逐，34年的等待，一张入境卡的4个字，一个国家的尊严。外交部这次是真的硬起来了，而中国台湾这4个字，我相信终将从那个系统里彻底消失。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标示问题，这是关乎2300万人认同和尊严的问题。台湾就是台湾，这一点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说到这里，很多老一辈的台湾人可能会想起另一件让人气到发抖的往事。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台湾跆拳道国手杨淑君在比赛中以9-0大幅领先韩国选手，结果韩国籍审判委员突然叫停比赛，以杨淑君穿戴的电子袜违规为由，判定他0-12落败。这个判决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连当时的卫生署长杨志良都气到在镜头前说很想拿刀砍人。那次事件再次点燃了台湾社会累积已久的反韩情绪。从1992年的断交背叛，到2010年的亚运黑袜事件，再到现在的中国台湾入境卡争议，韩国似乎总是在最不经意的时候踩到台湾人的底线。但是这一次和以前不同的地方在于，台湾不再只是嘴上抱怨了，而是拿出了实际行动来反击。这个改变的意义远比改掉一个入境卡栏位要大得多。它代表的是台湾在国际上从被动挨打到主动出击的思维转变。它告诉全世界，台湾虽然在正式外交上受到很多限制，但在维护国家尊严这件事情上，台湾不会退让。而且台湾手里握有的经济筹码和国际舆论资本远比很多人以为的要多。